眼前的这辆500匹马力暴力巨兽是凯文花了8万美金找史蒂夫改装的。凯文是当地塑料行业的大老板，在一次催债时抵押到了这辆1928年的道奇。他想用这款车改装一辆赛博朋克版的老鼠热棒车，用于小镇旅游观光和车展之用。当史蒂夫检查了车体的状况后，发现车内非常的糟糕，连里面的板面都锈掉了，甚至没有底盘，更没有框架，翻新起来需要很大的功夫。于是史蒂夫开价了10万美金，可凯文只想出6万5。在2人一番讨价还价后，愉快的以8万美金握手成交。于是史蒂夫开铲车将车子卸了下来。对于车子的改装，史蒂夫早有了自己的想法。他要以火车头为主题，打造一个赛博朋克的疯狂机车外表，再在车上添加一些粗犷的东西，让车子更加富有攻击性。计划敲定后，史蒂夫就开始了分工合作。一部分员工前去拆解车壳，把车体多余的部分切除，并拆掉里面的废旧零件，而由杰恩来负责底盘的制作。他先切割了很多个不同尺寸的方管，并用角磨机将棱角一一打磨。这整个车架都是杰恩一个人来完成，不得不说这有点欺负人了。拆卸车壳都好几个人来完成，底盘这么大的工程却只有他自己，甚至还有一个正在玩的大胡子。小火车让他玩的是十分开心。当有人问他在做什么时，大胡子却说为了更好完成火车头的主题，在观察火车运行的轨迹。这句谎话我想连他自己都不会相信，一对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经过了几个小时的努力，底盘已经制作完成。这时发动机也被运了过来，这是一台全新的双涡轮增压发动机，具有500匹的马力，1000英尺的扭矩。史蒂夫难得用了一次新的发动机，往常他都是去当地淘一个2手的来用。这么看来，史蒂夫是下了大本钱了。员工将变速箱和发动机组装后，就有铲车将发动机吊了起来。就在将其放在底盘上的那一刻，突然发生了状况。由于底盘没有固定好，底盘和发动机一起落到了地上，还好没有发生事故。虚惊一场后，史蒂夫2人推来2个超大的轮胎，杰恩迅速地把它安装了上去。当员工看到这么大的轮胎的同时，才知道这才是安装了一半。双轮胎的设计让大家都很惊讶。这时的底盘已经安装完成，其他的员工也在马不停蹄地加紧赶工，打磨的打磨，焊接的焊接，众人忙得不亦乐乎。车内的结构也在逐步成型。当车壳处理完成后，终于迎来了车体的组装。史蒂夫将底盘推到了相应的位置，慢慢地将车壳降了下去。当车壳组装成功的那一刻，却发现了问题。由于之前测量的尺寸发生错误，员工不得不将中控台重新切割，确保能让档把完全的露出来。在员工正在忙碌时，史蒂夫驱车来到了50公里外的垃圾场，准备来这里采购一些火车上的部件装备到车上。当他进入厂库的那一刻，没想到里面藏着一辆19世纪的火车头。这是1875年到1901年内华达州17的机车，是杰西花了6年的时间修复完成的。在知道了史蒂夫的需求后，小伙带着他选了2个仪表，还有一个火车汽笛，这2样就花了史蒂夫500大洋。当史蒂夫回到车厂后，发现改装进度十分缓慢，于是史蒂夫也亲自上阵。他将大灯和支架放到车上进行对比，然后将多余部分切除并打磨，在反复观看下才冷着脸离开了。就在这时，大胡子却开着小火车来了，这下可把史蒂夫气坏了。本来不高兴的他又看到了这一幕，直接就问你在干什么。这时的他都有想打人的冲动，可看着这么多家人在场也不好发火，只有转头继续工作。他把锤子焊了一个铁棍，用它在铝板上敲击出不规律的样式。经过员工的加工后，将其一块块的安装到车上。这时离交车时间还有1天了。史蒂夫调整好发动机后，开始尝试将发动机发动。可没想到始终没有成功，甚至还闻到了烧焦的味道，这让众人都有一种不好的感觉。这时一位胖哥赶了过来，2人一起对发动机重新调节后，这一次终于成功了，众人都欢呼了起来。员工们将最后的细节完善后，这辆暴力巨兽终于完成了。当客户看到它的那一刻，开心地举起了双手。这种全车做古铜制的车身外表，客户非常的喜欢，尤其是这4个38英寸的超大轮胎，让整个车子显得更加狂野。并且史蒂夫还在车上安装了摄像头，在车内就能看到车后情况，而且门把手都是铁路钉的设计，都让客户赞不绝口，迫不及待的要上去试车。Car. Matt, keep your heart out.